我们身边好像总有那么一种人，他们不管在哪儿都必须是全场的焦点，而且还觉得这事儿理所当然。那这种行为的背后，到底是一种强大的自信呢，还是咱们常说的自恋？今天咱们就来把这个词儿好好的聊透。你想想啊，现在打开手机，是不是各种角度完美的自拍，然后发出去之后就忍不住一遍遍的刷新，看看多了几个赞？这些操作是不是感觉特别熟悉？其实啊，这种对自我形象的迷恋，你可能想不到，在早几千年前的一个神话故事里，就已经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了。所以呀，要想搞明白今天拿着手机屏幕照个不停的我们，咱们得先穿越一下，回到一个没有滤镜也没有美颜的时代，去认识一个爱上了自己倒影的年轻人。故事是这样的，古希腊有个美少年叫纳西瑟斯，他长得那就一个帅啊，简直人见人爱。但是呢，他谁都看不上，特别高冷，就连美丽的仙女艾寇向他示爱，他都无情地拒绝了。结果有一天，他走到一汪清澈的泉水边，低头一看，他瞬间就爱上了水里那个完美的倒影，也就是他自己。他彻底陷进去了，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就守在水边。最后呢，就这么憔悴的死去了，化成了一株水仙花。你听听，这故事是不是特别像一则给现代人写的寓言？纳西瑟斯盯着的是水里的倒影，而我们呢，盯着手机屏幕里那个用各种滤镜和角度精心打造出来的我。你看，工具是变了，但那种对自己形象的沉迷，本质上真的一模一样。所以你看啊，从这个悲剧故事里，我们就能感觉到，自恋啊，可不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臭美这么回事。在心理学里，它要复杂得多，甚至可以说，它其实有两副我们不太熟悉的面孔。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自恋到底是个啥？其实核心就2个字儿：膨胀。就是说，自恋的人呢，打心底里就觉得我比所有人都重要，都特别。所以呢，他们一方面拼命的想要得到别人的关注，另一方面呢，又很难真正的去理解和体会别人的心情。好，这里就有意思了。自恋呢，它不是只有一种样子，一种呢，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，特别外放，恨不得全世界的聚光灯都打在自己身上；而另一种呢，就恰恰相反，它更像一只带刺的蜗牛，表面上安静静的，但内心戏特别多，充满了防备。这种孔雀型的，咱们身边估计都见过。比如开会的时候，总有人能把任何话题都绕到他自己的光辉事迹上，或者你刷朋友圈，总能看到那么几个人，生活里全是各种高光时刻。对他们来说，重点不是事儿本身，重点是我做了这事儿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快来夸我呀！而带刺的蜗牛呢，那可就隐藏的深多了。他们不主动要表扬，但是对批评那是敏感到了极点。你可能就随口提了一句小建议，在他听来就跟你在指着鼻子骂他一样。他嘴上不跟你吵，但他会默默缩回壳里，用冷漠和疏远告诉你，你们凡人根本不懂我。所以你看，如果说孔雀型的自恋是熊熊燃烧的篝火，老远就能看见，那蜗牛型的自恋呢，就是那种闷烧的炭火，表面上看着风平浪静，但你一靠近，能把你烫上。这种不仅折磨自己，也更容易灼伤身边的人。好，不管是张扬的孔雀，还是内缩的蜗牛，当这些特点发展到了一个极端，开始长期严重地影响到一个人的工作、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时候，那这事儿可能就严重了，就不再只是性格有点那啥，而是一种真正的心理障碍了。在医学上，这叫自恋型人格障碍，英文缩写就是 NPD。它和咱们平时说的自恋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？就在于它的程度和持久性。就是说，这些行为已经不是偶尔为之了，而是根深蒂固，时时刻刻都在破坏他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。那怎么判断是不是到了 NPD 的程度呢？一般来说，有几个特别明显的点。第一，就是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天选之子。第二，完全 get 不到别人的情绪，也没兴趣去 get。第三，特权感爆棚，觉得所有人都该为他服务。最后，像吸毒一样需要别人的赞美，得不到就会暴怒或者崩溃。
哎，不过听到这儿，你先别紧张，也别急着对号入座啊。有点自恋倾向和真的得了自恋型人格障碍，这完全是两码事。后者其实非常罕见。有数据显示，在总人口里，真正能达到 NPD 诊断标准的，大概也就1%到2%。而且这里头还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，在这些确诊的人里面，男性的比例要比女性高出不少。至于为什么嘛，有一种说法是可能跟社会文化有点关系。比如传统上我们更鼓励男性去竞争、去支配，这可能就在无形中给自恋的种子提供了更好的土壤。这就让我们忍不住想问了，那自恋这个东西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呢？究竟是什么造就了那只骄傲的孔雀和那只敏感的蜗牛呢？你看啊，很多时候源头可能就在童年。有2种家庭环境特别容易出问题，一种是太捧，就是捧杀，孩子干啥都是我们家宝宝是天才，天天这么捧着，孩子就真以为自己是宇宙中心了，这就容易养出孔雀。反过来，太冷也不行，孩子考了99分还要被批评，总是被否定和忽视，这孩子心里就会憋着一股劲儿，要拼命证明自己，这就容易养出内心敏感脆弱的带刺蜗牛。当然了，除了家庭，咱们现在这个大环境，特别是社交媒体，简直就是一个自恋的超级温室。你想啊，你发一张完美的照片，马上叮1个赞，再发一条动态，叮叮10个赞。这种及时的量化的肯定太容易让人上瘾了，会让人不停的去表演，去追逐下一个高光时刻。好，咱们从神话聊到心理学，又聊到家庭和社会，聊了这么多。那现在咱们来聊点最实在的，一个自恋的人还有可能改变吗？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真正超越那个水中的倒影呢？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。说实话，难，真的很难。但是注意啊，我说的是难，不是不可能。这条路走起来肯定不容易，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强烈的意愿。那难在哪儿呢？最大的坎儿就是他们自己根本不觉得有问题，在他们看来，错的永远是别人，是这个世界。所以啊，很多时候改变的开始都需要一次来自生活的冲击，比如说一次惨痛的工作失败，或者一段重要关系的破裂。这些事儿才有可能迫使他们第一次开始想，会不会问题真的出在我自己身上？只要这个自我反思的念头一出来，哪怕就那么一点点，就有希望了。接下来就可以用一些具体的方法，比如说求助专业的心理治疗，让医生帮你把脑子里那些我最牛我不能错的念头给理一理，或者呢，在生活里刻意练习换位思考，跟人聊天的时候少说点我，多问问对方你呢？你最近怎么样？最后啊，咱们必须得说清楚一件事，爱自己，对自己有信心，这绝对是好事，这是健康的自尊。自恋之所以有毒，就毒在它的核心，不是我很好，而是我必须比你好。你看，我很好能让你变得强大自信，而我比你好，最终只会让你身边的人一个个离你而去。所以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绕了一大圈，其实最终想追求的可能就是这么一种心态，凝结成一句话，就是我挺好的，但别人也不差。这份既能欣赏自己，也能由衷的为他人鼓掌的从容，也许就是帮我们所有人超越那个水中倒影的最终答案。